紫禁城，世界上最大的皇宫建筑群，它始建于中国的明朝。在其后的200多年的历史中，先后有13代明朝皇帝在这里延续帝国的统治，而他们死后都葬在了北京北部的这片山谷之中。这片山谷中长眠着13位明王朝的统治者，它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占地面积最大的皇家陵园，它也是明王朝的另一个紫禁城。陵园内的建筑完全仿照紫禁城的布局，高大的城墙之内是一片金碧辉煌的巨大宫殿，今天我们把它称作13陵。20世纪50年代中期，一项秘密的考古计划在13陵展开，一座明朝陵墓的地宫被成功打开，它就是定陵。这是中国第一个，也是至今唯一一个被考古学家打开的皇陵。陵墓的主人是明朝的第13代皇帝万历皇帝，他是一位令史学家费解的皇帝，而在他的陵墓中，是否能解开他所有的秘密呢？中国的古人们相信，一个人在死亡后，他的灵魂将会去往另一个世界，这是一个凡人无法窥伺的世界，它的名字叫阴间。那里的一切都与人间世界一样存在着富贵与贫穷，一样都有着喜怒与哀乐。对阴间世界的想象，使得中国人的丧葬文化隆重而复杂。这种文化不仅影响着普通的百姓，就连贵为天子的皇帝也对此深信不疑。中国的皇帝都在登基后不久就着手开始修建自己的陵墓。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1位皇帝，在他之后2000多年的时间里，在中国大地上，历代皇帝都留下了许多如秦始皇陵般巨大的陵墓。北京郊区的这些皇帝陵墓，就是目前保存最为完整的皇陵建筑群之一。13陵建造于公元15到17世纪的明朝。明朝曾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强盛的王朝，也就是著名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曾经游历过的那个帝国。尽管利玛窦目睹的已是一个辉煌帝国的尾声，但是在他留下的《中国札记》中，中国依然是个幅员辽阔、物产丰富的大国，这一度让欧洲人羡慕不已。13陵同样也是这个强盛帝国留下的另一个伟大遗迹，它最初的修建者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第4个儿子朱棣，他也是明朝的第3位皇帝。起初，大明王朝的都城并没有设在北京，而是设在了今天的南京。为什么后来会将都城迁往千里之外的北京呢？这其中还有一段令人震惊的故事。朱元璋死后，将皇位传给了自己的皇孙朱允炆。朱允炆上任后，极力撤销各地藩王的兵权，这引起了燕王朱棣极大的不满。他很快就带兵从北京攻入南京，发动靖难之变。朱棣的军队攻入南京后，占领了南京的皇宫，朱棣夺得皇位，改年号为永乐。朱棣称帝后，决定把都城迁到自己多年镇守的城市北京。他召集了全国数十万能工巧匠，在北京建造新的皇宫，也就是今天的紫禁城。同时，另一个规模宏大的工程也在京郊秘密展开，这就是朱棣为自己选择的安息之地长陵。长陵的选址啊，最早就是朱棣了，永乐皇帝。
他到北京以后，选陵制这也是他亲自来主持，这个是反反复复多次，最后是请了这个江西的一个术士叫廖君清，把整个13陵都踏看了一遍，最后选在这个黄土山。为什么选在这个地方的？因为这个地方后边都是山呢，背靠山，前边呢，是前面有水，文榆河，再往前就是龙山、虎山，相当于2个缺，陵前的缺，所以他感到这个形势特别好啊，因为这个风水好，所以就是选在这个地方。朱棣把这个原名为黄土山的山谷改名为天寿山，从此这片山谷就成为了明朝的皇家陵园。包括朱棣在内，总共有13位明朝皇帝长眠于此。到明朝灭亡时，整个陵区的总面积已超过120平方公里，这比当时明朝的都城北京城的面积还要大。13陵的整体布局就像一个根深叶茂的大树，每一个陵墓就像四周伸展的树枝，而这条大树的主干就是这条通往陵墓的神道。神道是进入整个13陵的必经之路，所有皇帝在入葬时都要经过这里。神道两边排列着18对巨大的石像，象征着皇帝生前的权力和死后享有的哀荣。骆驼、大象，这些来自遥远地域的动物，显示着帝国的疆域无比广阔。这些文官和武官的雕像，表示皇帝死后依然是帝国的主宰。他们在皇帝生前服侍左右，在皇帝死后仍然准备随时把圣谕传达四方。中原的皇帝们是这样的渴望不朽，他们渴望自己的陵墓与世长存，渴望自己在死后继续拥有无上的权利，在另一个世界里保佑自己的子孙仍能继续统治他们的帝国。400年前的皇帝陵墓，如今还能发现什么？400余尊被损毁的佛像，究竟隐藏着一个怎样的秘密？黄土之下，1000年以前，富贵荣华转瞬即逝，没有人能永远不朽，没有人能将秘密永远埋葬。敬请收看《传奇中国》系列节目《被掩埋的真相》。不朽的工程往往建立在人民的血汗之上。13陵中的每一个陵墓的建造都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大部分陵墓都是经过几年甚至10几年的时间才能最终修建完成。每年参加陵墓建设的民工人数多达数万。200多年的时间里，这里的工程从未间断。按照中国古代皇陵的殡葬制度，阴宅仿照阳宅，13陵的地面建筑全部仿造紫禁城的皇宫建造，里面是完整的建筑群，外围是高大的城墙，城墙内建有辉煌的宫殿。和紫禁城里的皇宫一样，这些宫殿也同样严格按照中轴线左右分布，一样的富丽堂皇，气势非凡。似乎这里并不是一个陵墓，而是皇帝的一个行宫。只是这一次，皇帝的行程路途遥遥。在13陵每一个陵墓的后面都建有一个明楼，明楼就是皇帝陵墓的标志。
明楼下立有皇帝的墓碑，明楼后就是皇帝的坟墓。明朝人把它称为宝顶。从外围看，宝顶不过是个圆形的大土丘，而在这个巨大土丘之下，则存放皇帝棺椁。在明朝灭亡后30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有人窥伺着13陵地宫里的宝藏，但还没有发现有一个盗墓者敢铤而走险。也许即使是最有想象力的冒险者看来，这里的每一个陵墓都实在过于巨大了，以致无从下手。而现在，他们要再一次面临人类好奇心的挑战。对13陵的挖掘开始于50年代中期的北京。最早提出这个计划的人是当时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吴晗是研究明代历史的专家，他联合其他几位历史学家共同拟定了一个请求政府同意挖掘13陵的计划。这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份由历史学家正式提出的挖掘黄帝陵的考古计划。尽管有人对挖掘计划提出了质疑，但吴晗的计划最终得到了政府的批准。1956年春天，考古队进入13陵进行勘察，这在当时还是一次秘密的考古行动。在吴晗的挖掘计划中，首选的目标就是由朱棣建造的陵墓长陵。长陵不仅在整个13陵中规模最大，保存的也最为完整。考古学家猜测，在长陵的地宫中一定埋葬着大量价值难以估量的珍贵文物。然而，对长陵的调查工作进展得并不十分顺利。考古队花费了数周的时间，始终都拿不出合适的挖掘计划。考古队临时决定，先找一个挖掘简单的陵墓进行试掘，如果试掘成功，再正式对长陵进行挖掘。经过多方调查，另一个皇帝的陵墓开始进入考古队的视野。这就是明朝的第13代皇帝朱翊钧的陵墓定陵。朱翊钧生活在公元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的明朝末期，因为他在位的年号是万历，所以又被称为万历皇帝。考古队之所以最终把定陵确定为视觉的目标，是因为一个偶然的发现。在定陵宝城一处城墙的上方，几块墙砖塌陷了下去，露出了明显的裂缝。考古人员猜测，这里很可能就连接着地宫隧道的入口。于是，考古队决定就根据这一线索开始试探性的挖掘。1956年5月，视觉工作正式开始。考古队在定陵宝城的内侧，也就是发现城砖脱落的相应位置，挖开第一条探沟。探沟刚刚挖到1米多深，在宝城内侧的墙壁上，工人们就发现了一块砌在墙里的石条。石条上似乎有模糊的字迹，擦去石条上的泥土，3个刻在石条上的字迹果然清晰地显露出来：隧道门。难道这里真的就是地宫隧道的入口？人生自有境界不同，华灯初上，喧嚣渐饮，意兴阑珊。纪录片栏目《传奇中国》，璀璨呈现。传奇从现在开始，看中国。
挖掘工作继续进行。10几天后，考古人员果然在城墙的下方发现了一个券门，同时也在探沟的两侧发现了2道砖墙，两墙之间形成一个隧道，伸向宝城的深处。考古队判断，这一定就是通向地宫的隧道。为了减轻挖掘的工作量，考古队没有继续第1条探沟的挖掘，而是在第1条探沟的延长线上挖开了第2条探沟。考古队没有料到，这个决定险些使他们迷失方向。1个多月过去了，第2条探沟越挖越宽，越来越深，但考古人员却一直没有新的发现。在第1条探沟中曾经出现的隧道砖墙奇怪地消失了，发掘工作陷入困境。1956年的夏天，天气异常闷热，13陵进入了多雨的季节，挖掘工作不得不时断时续。因为一直找不到明确的线索，考古队员们的情绪都很低落。直到进入9月，发掘工作才出现转机。一天，在第2条探沟的深处，考古人员意外地发现了一块带有刻字的小石碑。这是一块1尺多长、半尺多宽的小石碑，上面刻着一行字：此时至金刚墙前皮16丈，深3丈5尺。明朝人把地宫的幕墙称为金刚墙，这块石碑等于是明确提示了地宫的具体位置。根据小石碑提供的线索，考古队修改了挖掘计划，在通向宝鼎中心的方向开挖了第3条探沟。考古队在探沟上方搭建起大型脚手架，采用机械的方法取土，这大大加快了挖掘的进度。但即使这样，直到第2年1957年的5月，考古队才终于穿透厚厚的土层，找到了坟墓的外墙金刚墙。而最让人兴奋的是，在金刚墙上，考古人员隐约发现了一个神秘的梯形开口，它应该就是400多年前万历皇帝入葬时的入口。在金刚墙被发现后，考古队没有立即打开地宫，因为夏季马上就要到来，多雨的天气可能会为挖掘工作增添许多困难。整整4个月的时间，考古队一直在为打开地宫做最后的准备。距离计划中开工的日期越来越近，最初发现金刚墙的兴奋渐渐消失，一些疑虑和担心却开始出现在不少人的心里。13陵中所有的地宫都被埋在陵墓最隐秘的位置，地宫的详情一直都是帝国的秘密。中国古书上记载，许多皇帝为了保护自己的坟墓不被盗掘，都在地宫内设有复杂的暗器机关。一旦有人进入，这些极具杀伤力的机关就会立即启动，瞬间夺走闯入者的生命。在这面巨大的金刚墙背后，会不会也隐藏着杀人的机关呢？白万玉，考古队中最富有经验的一位考古专家，在整个定陵的挖掘工作中，白万玉都是现场的实际指挥者。在打开金刚墙时，白万玉也很担心会有意外发生。有人建议呢，就是把那个砖呢整个的都拿下来，拿下来以后呢，拆下来以后，我们进去按照考古的正规办法就进去啊。这门打开了，咱们再看里头是什么，直接往下走就完了吗？白老说不行，就刚才说了，
说如果就提到这个了，就是说啊，就有这传说，说这传说呢，就是说里头有可能有这个有暗箭，有这个飞刀，甚至有毒气。这个东西呢，哗一下打开，冲出来了，咱们这些人不都完了吗？都伤了啊！咱们不能这么干。参加挖掘的民工都不愿意第一个进入地宫，甚至不愿意成为拆第一块墙砖的人。于是有人就提议采取抓阄的方式决定。当时是否真的进行了抓阄，不同人提供了不同的回忆，但可以肯定，当时不少人的心态确实相当紧张。而奇怪的天气让紧张的气氛更加扑朔迷离。拆砖的时候，这2天呢，不知怎么着，老乌云密布，打雷打闪，的确，定陵那儿对，定陵那儿老打铃打闪呢，打雷。这个不是怎么老阴着天，老是那样？可是雨啊也不是太多，它就是乌云密布啊。你只要就这2天怪得很。最后这个白老说，是不是这个万历皇帝要显灵，不让咱们挖呀？啊！为了保障考古安全，考古队决定先把梯形开口最上面的几层砖拆下来。金刚墙很快就被打开了一个缺口。经过谨慎的观察，考古队决定先派一个人进入地宫勘察。白老呢，就是派着这个庞中威，说你下得了。我当时也害怕，我也没吭气儿。白老说，我给你准备好了，白老准备好了，还有危险，我靠着危险不太大，我都给你准备好了。这白老当时给我这么说。我去了以后啊，就是给我拴了一条大麻绳，叫大麻辫子绳拴在我腰里了。我背在手下拴在我腰里了，拴我腰里以后呢，这个我记得是这个开掘机的刘师傅叫刘怀，他拽着那条绳子，在那个照片上啊，他蹲在这个右边，蹲在右边了，拽着那个大麻辫子绳子，我的身子都下去了。有几个人呢，像我赵其章啊、孙宪宝啊，就拽着那绳子，而且呢，孙宪宝和我还拿着一个大电筒照着，他往下下。下去以后弯着腰，弓着身，前里低低的，弓着身，我就拿着手电在那地方看，这么插着看，精神特别集中，特别集中，心里害怕也紧张。往下往里头啊，走着，反正就是我回去没有什么声音了，就是往下就是走下去就听不到声音。是谁喊了一声说怎么样？里面，后来老王说没事儿，好像他出来我说了这么一句话，叹了一口气，说哎呀，可轻松了吧？好像是这么一句话。完了我这回忆都说哎呀，可轻松，就是他很害怕呀。紧接着，又有几个人跳进了地宫，借助手电筒和马灯，他们在黑暗中找到了地宫的大门。下去了以后呢，我们两个人呀拿大手电，他拿着一个，我拿一个，在那个石门缝里，咱石门缝里中盘一个缝，石门缝盘一个缝，一照，在里边一照，那店里边了，那个店里边了，那底下黑乎乎的，看不清是什么，就看见了一块长石，在门缝里这么一块长石，这么盯着的，这个石头的盯着这块长石的原状，它的形状也看不见。因为并没有发现传说中的暗器机关，第二天考古队就决定彻底打开金刚墙。
一块一块的墙砖很快就被全部拆下。地宫大门完全暴露在考古队面前，这是一座用整块的汉白玉石雕凿而成的大门。大门紧紧地关闭着，在大门后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当时拍摄的一部新闻电影，完整地记录下了打开地宫大门的过程。因为地宫大门被一块条石从里面死死顶住，考古队员想到就用铁丝和木板一点一点顶开条石，并最终打开了地宫的大门。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瞬间，在历时1年多的艰苦挖掘之后，定陵的地宫终于被打开了。考古人员小心翼翼走进幽深的地宫，这就是那个传说中的阴间世界。一位考古人员在当时的日记中写道：地宫里面太寂静了，静得让人心里发慌，一股难以名状的恐怖与凄凉之感渗入骨髓。我显然是置身于这阴间的世界了，仿佛觉得前方就有阴间的人影，他们的脚步在走动，他们的鼻息在轻轻的呼吸，他们在